你不要再给我送饭了，我不会吃的。夫人可说了，你不吃，他就不吃，咱们都不吃。你不放开我，我不吃。你张不张嘴啊？不张。那你可别怪我啊。听话，再吃点吧，听话。呸！好，你要去报仇，我就放你去报仇。幕府就只剩下你一个男人了，你究竟知不知道你自己该做什么呀？夫人她这么伤心，还时时处处的替你着想，可是你想过她吗？是我害死姐姐的，若不是她要为我过生辰，她就不会死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啊？小姐她就是在乎你，才一定要陪你过生辰，她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啊！可是你现在还在糟蹋自己的身体，还嚷嚷着要去报仇，你就是去奔着一死，小姐的仇就能报了吗？是我对不起姐姐，是我害死姐姐的，是我对不起姐姐，是我害死姐姐的，是我害死姐姐的。夫人，干嘛呀？大惊小怪的。抄家的来了。侯长史，这是何意呀？我们奉命查抄幕府。我幕府向来秉公守法，我丈夫是前朝相国，就算是鞠公公亲来，也得给个说法吧。穆芙蓉勾结夜行大盗，为祸长安，这可是大罪。穆芙蓉都已经死了，你们到底还要怎么样？夫人，我们也是奉公行事，还请您配合。娘，他们要吵架。娘，你别担心，我不会跟狗一般见识的。穆公子，我劝你现在说话还是小心为妙。这孤儿寡母的，我也不好欺负你，不是？狗仗人势的东西，我告诉你，我记住你了，你给我好好等着。反抗者与夜行大盗同罪，搜！娘，娘，娘对不住你，娘没帮你守住你爹留给你的家业。娘，你别哭了，都是孩儿的错，您为穆家操劳了一辈子，孩儿还不让您省心。从今往后，穆家就靠我了。我的儿啊，你终于长大了。你不知道，娘听见你说这句话有多高兴啊！你爹要是在的话，你爹也可高兴了。
谢谢娘，谢谢。里边出了什么事情？穆家与夜行大盗有勾结，我们奉命来抄家。抄家？谁这么大胆子？放肆！这是秦尚书家的若烟小姐，谁敢阻拦？不管是谁，没有命令谁也不许进去。红莲，你去把真义将军给我叫来。小姐，那你呢？幕府的路我很熟悉，我自有办法。属下已经搜遍了，连茅房都搜过了，真的没有。还有一个地方没搜。这个，我看你们谁敢！哎，放开我！开棺！快给我住手！秦小姐，你不能妨碍我执行公务啊！毁人棺木，按律当诛。要不要我去告诉我爹？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巨公公能不能保你？你别吓唬我，这是巨公公的命令，你爹他敢说半个不字吗？姑姑，若烟，你的心意姑姑领了，不要把你姐牵连进来。可是他，世贤，快带你表姐去花园，快！谁要对先夫不敬，先过了我这一关。谁要是再敢阻拦，杀无赦！怎么着，还不让人验货了？真当我是冤大头啊？哟，还是熟人呢，又开始做买卖了？不敢，刚认识几个新朋友，一起赚点零花钱。你这朋友怪有本事的，连巨公公经手的东西都能弄出来。没点真本事，也不敢和您做生意啊。夜行大盗，总共被定罪11条。依我看，这里边10条都站不住。这大理寺结案的折子，简直就是胡说八道。我听说近2年的无头悬案都被安到夜行大盗头上了。听说大理寺卿第一份折子只写了夜行侠的案子，结果这份折子把巨公公气得半死。这是为何呀？夜行侠专门和巨公公作对，哪件案子写出来都是巨公公党羽贪赃枉法的证据，所以夜行侠真正做过的案子一件都不准许写。我看啊，夜行侠就犯了1条死罪，跟巨公公作对。您说的太对了，就这1条都够他死8回的了。哎，这折子上怎么没有穆芙蓉和夜行大盗的仵作报告啊？您不知道吗？
根本就没找着尸首。什么？这么大的案子，还没找到尸首就结案了？朝廷抓他那么多年，连根毛都没抓着，长安城的百姓都把他当神仙供起来了。这次他要是再不摔死，那还了得？肯定得先结案，让老百姓知道他已经摔死了，让他们觉得他就是一个以卵击石的笨蛋。哼，说得好，有点道理。继续。秦公子，您这样笑眯眯的看着我，我都不敢说了。贱骨头！我就是问问你，是不是也觉得他们没死？您这样看着我说话顺溜点儿。说，我这么觉得，整整出动200金吾卫士，河上河下的找了一天，要是真死了，怎么也能找着点东西。说得好，小子有点常识啊。他们没死，我的芙蓉，他一定没死。好，赏，给我重重的赏！谢公子，谢公子，谢公子，谢公子。好大的官威呀！甄将军，我可是奉巨公公之命而来，阻拦我就是阻拦巨公公。哦，那真是巧了，因为我也是奉巨公公之命而来。既然公公把京畿治安重任交付于我，那我今天就想看看，是哪一个敢违反我大唐律例。你刚才说是公公让你来的，难道说毁人棺木也是公公让你做的吗？甄将军，我要是拿不到东西，回去我可不好交代。那就不关我的事儿了，事关我大唐律例，恕甄某不敢有负公公厚望啊。好，我会如实向公公禀报的，你去跟公公交代吧。撤！甄将军，今日多亏了你，要不我们这孤儿寡母的，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夫人，严重了。姑姑，你跟他客气什么呀？都是自己人。自己人？甄毅，你不会又想赖账吧？你忘了你说过的，你说只要抓住叶行侠，你就会娶我的。秦小姐，甄毅今天来是为了芙蓉小姐，咱们的事儿改天再说吧。我也是为芙蓉来的。你害死了我姐姐，现在还敢提她？世贤，不得无礼。若不是你把她当作捉拿叶行侠的诱饵，她就不会死了。芙蓉小姐的死，在下的确难辞其咎。你还我姐姐命来！世贤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你表姐夫说话呢？芙蓉一定不是他害死的。呸！我穆家不欢迎你们，你快滚！世贤，你怎么对若烟这么说话呢？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呀？你忘了刚才是谁救你的了吗？我若是真忘了，现在就跟他拼个你死我活。芙蓉小姐，朕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
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：讲。穆芙蓉真的是你害死的吗？对。那一定是个意外，你是不会对女人动手的，对吧？我的计划出了意外，那就是我的责任。秦小姐，帮我告诉穆家，在真义完成使命后，定会给穆家一个交代。敢做敢当，不愧是我的男人。小姐，这么大好的机会，干嘛问这个问题啊？真义是我最爱的人，但是他又害死了我弟弟最爱的人，我该怎么办呀？薛神医，他还能救活吗？只怕是生不如死。生不如死，此言何解？他的外伤虽重，只需假以时日，终能痊愈。可他体内有一股阴毒，只怕治好了也会变成废人。阴毒？我行医数十载，从未见过这种中毒的症状。脉象虚浮时，毒气微弱；脉象强劲时，毒气增强。如果是个病老鬼，中毒也无妨碍。可如果是个内功深厚的武林高手，这毒就能让他一点点地吞噬自己，至死方休。啊！哎呦呦，还请薛神医设法搭救，老衲感激不尽。长老啊，您慈悲为怀，就撒手让他去吧，以后可能少受些痛苦。实不相瞒，这位施主是故人之子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只要他能活下来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一定要为他寻来解药。长老与我有恩，我只能尽力而为。阿弥陀佛，多谢神医。芙蓉，芙蓉，芙蓉是谁？芙蓉。公子，进来。公子，怎么，又是坏消息啊？你告诉他们，沿着永宁寺方向，给我继续找。去啊！公子，老爷有命令，不让长房再给你支钱了，说你这钱都是打水漂。去多宝阁挑几样值钱的，拿去给当了。再雇些人，雇些机灵的，不用给我省钱。公子，我也觉得你这么找下去不是个办法呀。我觉得你这舌头有点多余，我想给你割了。别呀，公子！我觉得你的舌头很多余，而你不觉得，所以我就暂时饶了你的舌头一马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你觉得我这不是一个好方法，但我觉得不错，而且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。目前为止，能找到芙蓉唯一的方法，就是一直给我找下去。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拿去，把这画当了。小姐。把这酒菜摆上。是，小姐。雀儿，我今天买了张肉，还有10年的莲花酒，
咱们姐俩好好喝一杯。鞠公公，你看看。是。赐封真义正三品上冠军大将军，赐爵南陵郡侯。公公，这可万万不可呀！有何不可？回公公的话，自从诛灭了夜行大盗，这个真义是越来越不听话了。上次在穆家，他可是一点不把公公您放在眼里。再者，如今已经过去5天了，夜行大盗的尸骨仍未找到，说不定这里面另有玄机。他现在是长安城的大英雄，没个像样的交代，只怕人心难服。公公放心，他就是一块铁板，我也一定会给他钻出一条缝来，一定让人心服口服。好，这件事儿就交给你。是。你下去吧，菊儿。人生由命非由他，有酒不饮，奈若何？你就认命吧。姐，那真义也不肯娶你，你为何不认命？这不一样，真义他至少还活着，我能看得见摸得着啊。蓉儿也活着，我只要一闭上眼，我就能看得见他，我就能摸得着他。雀儿啊，你这样，你知道姐姐有多担心你吗？姐，我记得原来我不是去永安楼，就是去斗鸡坊，你不也照样担心我吗？要是现在啊，我宁愿你去胡闹，也比这样强100倍。雀儿，如果你再不肯面对穆芙蓉已经死了的现实的话，你就死了。姐，我不像你那么伤春悲秋，我这一辈子头一回那么的喜欢一个人。如果我不用尽我全力去找的话，又怎能对得起我自己呢？你将真气导引入他体内，经成灵、上官、风池、经门、玄中、五书、本神运行1周天。长老的禅功果然了得啊！你这样连续给他输送真气，不出3日，他的伤定能痊愈。他体内的阴毒，我只能尽人事，至于能不能解毒，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他的父亲当年善缘非贤，希望能给他带来福气。
这些花草啊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修剪。公公好雅兴啊！其实闲来弄弄花草，也算是人生一大乐事。我希望它按照我的意思生长，歪了就没有了。公公，此等死物皆是向阳生长，人力不可相违啊。有些东西总以为遥不可及的太阳是主宰，可是别忘了，近在眼前的剪刀才真正决定它的命运。公公，真以为公公马首是瞻，不敢有悖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不需要我多说了。哦，对了，上次请功论赏时，你说痞将刘志居功至伟，可为何埋尸荒野？我不能让功臣是这种下场。你们俩去，把刘志的尸骨带回来，好好的做场法事。是，公公，那属下去办事了。尚书大人，我不是跟你吹，知道他们管我叫什么吗？蜘蛛精！我这一张嘴，两个人离得再远，也能跟他们粘一块儿了。那是。哎，秋儿来了，还不快道谢？秦公子，你笑什么呀？我知道人家为什么管你叫蜘蛛精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翅上有8颗毛，不就像是个黑蜘蛛吗？秦尚书，我是看你的面子才来的，请我保媒拉纤的已经排到明年去了，我也不一定非做你这个生意。千万别生气，九儿没别的意思啊！哎，红梅，快把他追回来！哎呀，别追了，爹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他是故意的。子轩，我的婚事已经定了，新娘子是穆芙柔。哎，子轩。公子，要去！老爷找人叫你回去呢。刚才把我轰出来，这会儿又请我回去啊？去！哎，在座的各位啊，今日的酒我请了。情场失意，赌场自然得意。你说什么？为了个死人，每天大把大把的银子去找。你们说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平康坊的姑娘，哪个不比她漂亮？是吗？我让你松我嘴！敢动手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地盘！上！怎么着？哎呦，各位客官，我这儿呀是斗蟋蟀的地方，可不兴斗人呢。您消消气儿呀！哎呦，您消消气儿。哎，您干嘛抢呀？100钱一块呢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这手帕哪来的？西市买的呀。走。哎，我的手帕100钱呢。真是个怂包！来，咱们进去玩。来。听好了，你们2个由南往北，你们俩由北往南，给我一家一户的找，完事儿在市场中间的桥跟前集合。公子，这到处都是卖绣帕的，我们怎么找啊？都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，按照这个款式，这个绣法，一定给我找到卖绣帕的人。看不清楚，公子，这也是你能动的东西啊？还不快去！看什么看？找去！
你干嘛呢？给你打伞呢。连个太阳都没有，打什么伞啊？快去！怎么样，姑娘，挺好吧？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后山瘴气肆虐，人须皆不能通过。这义呢？他怎么样？他已经走了，他留下了这个东西，让我交给你。一块一块绣的都跟爬虫一样，哪像？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公子，这是女人用的东西，我们哪懂啊？滚！都给我滚！公子，你听，这碧师的钟都敲响了，那马上就是夜尽了。咱明儿再来行吗？可是这里没错，就是这儿，是我亲自演来。将军为何不下马？有什么心事吗？不仅生情罢了。想不到啊，朱楚夜行大盗的英雄，死后会被人挖坟掘墓。事到如今，你真以是人是鬼？只要查验一下刘匹将的尸体便知。开军不进。大人，空的，空的。会是空的。你是谁？我这是在哪儿？阿弥陀佛，施主终于醒了。是你救了我？是我。啊，也不是我。你别跟我打哑谜，我现在没时间听你说这个。万万不可用功，好好休息。不行，我不能留在这儿，我
得去找一个人。是芙蓉。你知道芙蓉？她在哪儿？你在昏迷的时候，叫这个名字千百遍。在这个世上，只有爱恨二字，才能让人如此念念不忘。我必须去寻找他的下落。长老，多谢您的救命之恩，您的大恩，容我来日再报。不能啊！你如若现在离开，恐怕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就算你找到了他，又有何用呢？可她一个弱女子，我不能置她于不顾啊！韩云放，你这样走了，对得起你的父亲，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吗？您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父亲的故交。蓉儿，蓉儿，这明明就是你的针线啊！不管你藏到了哪里，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。怎么会有股鱼腥味儿？哎，你是不是？等会儿，这是什么味儿啊？卖鱼的？啥？令尊临终前将你重托于我，老衲得知韩家眷属背叛流放，曾去劝你剃度出家，以避大难。可你舍不得你娘啊，一定要跟她一起走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巨文珍这个老贼，派人扮作突厥马贼，半路截杀。娘为了救我，当年我得知此讯，也曾沿路寻访，可黄沙漠漠，千里无人啊！你一个10多岁的孩子，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也以为自己活不下去了，可是就在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巨文珍这个名字，是仇恨给了我力量，让我活了下来。老衲一直以为你已经死了，每年去给你父亲扫墓时，也常为你诵经。直至2年前，我突然在令尊墓前发现了一些东西。我原本不知是何人所为，后来也是无意中发现，每一次叶行侠在长安城作案，令尊墓前都会多一些烧过的灰烬。从这些烧过的灰烬中残留的只言片语，我终于明白了，韩泰的儿子竟然还活着，而且回到了长安，在为父亲复仇。我如今输得一败涂地，实在是有愧于先父啊！我原本想劝阻你，因为以暴制暴，绝非是令尊之愿。可后来我又发现，长安百姓视你为希望，而你虽揭露无数巨公公的党羽，
却从未杀过一个无辜的人，始终守住一颗人心。长老，我虽然不通佛理，但从小耳濡目染，也略知不可枉杀之理。好，一念之人，种下善因，必得善果。长老，我有一事不明。家父当年一心向佛，为何不遁入空门，却甘愿在这奸邪当道的朝中做官，以至于落得如此下场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直至今日，令尊仍是老衲最为钦佩的人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爹，人给你带来了。老爷，这大小的饶了小的吧，老爷，饶了小的吧，老爷。女儿，这是何意啊？爹，想必是啊，因为平时雀儿只要一闯祸，他们就跟着背黑锅，所以一见你啊就求饶。你说说吧，为什么要打你啊？少爷给人斗蟋蟀，输了300贯钱。输多少？300贯。300贯。输多少？再想想，不是这些。少爷卖了老家20亩水田。赶快把他给我找回来！把天尊腿找回来！爹，别忘了咱今天想问的事情。雀儿这些事儿啊，你以后慢慢再审吧，啊。我不能再问了，我会被他气死。爹，你也别生气，那女儿带您问吧。小姐还问呢？哎呦，别问了，直接打吧。哎，你别害怕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啊，起来！哎，小姐。啊，跪下！哦，本小姐是想问你那方绣帕的事情。绣帕？这事也打？啰嗦！你要再啰嗦啊，就是该打。不啰嗦，不啰嗦。少爷为这绣帕啊，在西市转悠了整整1天呢。那你可知那方绣帕是哪家小姐送的？西晒坊的柳老板给的呀。什么？爹！说说，柳老板是谁？爹，柳老板，她是个小寡妇。爹，这事您可得跟雀儿好好谈谈。虽然她这次受了不小的打击，可是这也太离谱了。是那小寡妇送的吗？不是送的，是少爷买的。买的？对，花了1贯钱买的呢。少爷可能还想买更多，到处都在找那个卖绣帕的人。多才，你说话也不说全了，吓死我了。那他最后找到了吗？连个人影都没找着，这不一会儿还得找去吗？我看啊，公子这回事不找着绝不罢休。女儿啊，不管他要去找谁，只要雀儿断了对穆芙蓉的念想，那就是好事啊。我还是觉得那方绣帕有古怪。多才，一会儿如果找到人，记得给我买方绣帕回来。是，小姐。快去！公子，喝茶。不喝。公子，这午时才开市呢，还有些时候，咱不去五房巡视巡视？少给我提五房！这芙蓉一失踪，鞠公公连面都不给我见。
反正我也懒得理他们。公子，那咱们在这儿干什么呀？要你管我？我等个卖鱼的。等个卖鱼的？啊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了？嗯，你又明白什么了？公子，您昨天找一个卖绣帕的，今天等一个卖鱼的，您这是要自己开买卖呀？猜得好，赏呀！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等开市的时候赏你3文，买碗脑花，好好补补脑子。笑什么笑？公子，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？自个儿琢磨去吧。哎呀，于婆，我走这半天了啊！是啊，今天是鱼新鲜吗？哎呀，我这早上刚打的，您看看新鲜不新鲜就知道了。这太好了！今天我家有一宴客，你这鱼啊，我们全要了。真的呀？真的。那我给您送家去呗。走吧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们一块走。好，要请客呀？哎呦。属下罪该万死，求公公恕罪。起来吧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错不在你。谢公公。是我们走漏了消息，他们提前做了准备。回公公的话，真义一刻也没离开我的视线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岔子。看来我的身边也没那么安全。公公，这些人都跟了您多年，向来忠心耿耿。人心是会变的。公公，我一定将此人拿出，交由公公发落。这一次真义又赢了，而且我们打草还惊了蛇，只怕很难再找到这样的机会了。公公，属下从未见您如此忧心。这个真义真有这么重要？自从孟明正死后，各地探子回报，各方节度使表面上偃旗息鼓，私底下却仍有动作，只是做得更加隐蔽罢了。公公，没有穆明正这样的元老站出来，他们各自为战，乌合之众也难成气候。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。真义仅用了1个月，就将为患数年的夜行大盗铲除，如今已是民心所向。此前他征战沙场，在军中也颇有威望。您是担心他取代穆明正，集结乱党，图谋不轨？陆太傅一事，皇上虽装聋作哑，置身事外，但我看得出，他并不甘心。皇上此次破格拔擢真义，已有拉拢之意。再这么下去，真义必然成为我的心腹大患。公公，我们绝不能给他这个机会。要不要派风云去？他们早有防备，万不可轻举妄动，授人以柄。公公已经胸有成竹了。高手对弈，不落下最后一颗棋子，胜负终究难料。他如今已成气候，这一子定要扼住他的咽喉。不知公公这一子要在何处落下？你可记得前朝来俊臣大人所写的棋书《罗织经》？
属下已烂熟于心。很好，你现在就去对甄毅宣布皇上的嘉奖。这甄毅升迁受赏，岂不是对我们更不利？这个位置，他坐不长。我谁让你睡的？人呢？看见人没有？没有卖鱼的，只有个卖绣帕的。说你占了他地方，我怕他打扰你睡觉，我把他给赶跑了。什么？人呢？人呢？那儿呢？没用的东西！哎，别睡了，快起来！哎呀，不便宜不便宜啊！100文一块啊，100文一块！没事啊，不便宜。卖鱼的，你这绣帕我全要了。不卖啊！姑娘们，快点快点，100文一块啊，赶紧的！好的，哎，好嘞，给我看看，来，这个要不要？哎，要不要？200嘛，你这人来了，瞧。这夜行大盗死没死还不一定呢，就宣扬的天下皆知，还敢接受皇上的封赏？白马将军，我看你日后怎么收场！哼！您这绣帕哪儿来的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绣的东西跟您这绣帕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？只是最近他失踪了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。你认识他？我何止认识他呀，他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。这么说，你一直在等着他？对，我不光一直在等他，我还一直在找他呢。我知道了。关军大将军，末将参见冠军大将军。好了，你就不要凑热闹。来，帮我把斗篷解了。哎，这事儿比打仗还累。将军，这百姓拥戴、跨马游街，是咱们武将的最高荣誉了。您怎么还不高兴啊？百姓拥戴的那是铲除夜行大盗的英雄，可是夜行大盗的尸体现在还没有找到，我心里不安呢。这万一要是让百姓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将军，我要是您啊，我就不想这么多。前一段时间，百姓还把夜行大盗当作救世大侠呢。今天您也看到了，幸亏夜行大盗尸骨未存，要不然啊，死了都不得安宁。是啊，百姓受到蒙蔽，但这不是他们的错。所以啊，您要抓紧时间享受这百姓拥戴的时候啊，免得以后他们再被蒙蔽。我就是怕享受的太多了，会被一些人钻了空子。将军，您担心的是？上次他未能得逞，我一直在等他再次出招，可直到现在他也毫无动静。响尾蛇突然不响了，并不是放弃了，而是马上要动杀手了。哟，真舒服这马车，我还从没坐过这么舒服的马车呢。他这几天就住这儿啊？是啊，
来吧，来呀！芙蓉，你受委屈了。哎，来吧，芙蓉，芙蓉，我接你来了。哎，人呢？他在那边住。人呢？大盆不见了，他肯定是和我们老头子去河边洗衣服去了。你还让他帮你们洗衣服啊？他可勤快了，拦都拦不住啊！那河边在哪儿呢？出了门往西。行，你在家等着，我去找。哎，他脑袋摔坏了，什么也记不住。他什么也记不住，也能记得我。哎，施主，里面请。求佛祖保佑，让我们早日找到夜行大盗和木芙蓉。悠悠，你经历过这么多次战场，难道还相信神佛吗？这2天我们围绕河边找了2、3遍了，任何痕迹都没有发现。除了求神拜佛，末将真没其他的办法了。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，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难找？将军，这回恰恰是您说错了，死人也不好找啊。不，问题是我没有错。我怎么感觉他们没死，您倒是很高兴的样子？找了3遍，还没有找到，这说明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。将军，全长安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他们被您杀了，这回他们非死不可。我从未想过要让他们死。上面的朋友，该现身了吧？哎，救命！救命！你没事吧？不管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快上岸吧！当心！你没事吧？
别骂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他欺负你。韩一凤，是你吗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少年党，哎呀，你这老头儿下手也太狠了你！对不起啊，我看你抱着他，我以为你要轻薄于他，没想到你是姑娘的熟人。算了算了，看在你救了芙蓉一命，不跟你计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家公子要有个好歹，把家房子给你烧了。哎，你们城里人怎么就这么喜欢烧人家房子？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呢？哎，你们凭什么抓人？哎，你们俩把人放了，他是救了穆芙蓉的恩人。你，还有你，跪下给他磕头。公子啊，他打你了，我们还给他磕头啊？不跪，不可能！是不是连我说的话都没有？哎呦，公子，你别生气，我跪，我跪。在下在这里代表我家公子谢过恩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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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过恩公。哎，还有我，跪呀！要谢就一起谢，谢到他们俩满意为止。跪。谢过恩婆，谢过恩，谢过恩公，谢过恩婆。好，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啊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芙蓉，你还疼吗？刚才很疼的，现在看到你都不疼了。你刚才叫我芙蓉？对啊，你叫穆芙蓉，你是穆相国的千金。她就是那个夺过秀魁的穆家小姐。秀魁，你连这个都知道啊？整个长安城只要是女人，就没有不知道穆家小姐的名号的。哦，是他把我指引来的。要回家了啊！哎，慢点。两位救命大恩，芙蓉铭记于心。你说你这一走吧，我还真舍不得你。哎，走吧，这是好事，他终于能回家了。就是啊，凡事要多长个心眼儿。你现在什么也记不住，城里人靠不住，小心上当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有我在呢，您放心吧。我不放心的就是你。阿婆，你放心吧，我能照顾好自己的。多好的闺女啊，没有一点架子。远的不说，就说我们苏里郑家的闺女，出门架子都要端到天上去。哎，人家是前相国家的千金，别人能比吗？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好的姑娘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二老啊，尽管放心。哎，这样，我这儿呢，有一块玉牌，你们两个人收好了。以后呢，遇到任何的麻烦事儿，尽管到秦尚书府来找我就行了。哎，好，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。哎，哎，你们等等。这是我们救穆姑娘时从她身上发现的。当时我觉得她是个好东西，可我又觉得她是个凶器。反正我觉得女孩带在身上不太好，就给收起来了。现在穆姑娘要走了，还是拿回去吧，说不定能想起点什么呢。这个真是我的。芙蓉，咱们走吧，再不走，到家就太晚了。多谢阿婆。哎，快走吧，别耽误了进城啊！走吧，小心啊！小心啊！
娘，你说宇文大哥和穆姐姐现在是不是在一起啊？你想他们了？难道您不想吗？不想。你骗人！我看得见你们偷偷的流过眼泪。唉，我是可怜他们。他们不可怜，他们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现在终于能在一起了。穆姐姐，娘，我看见穆姐姐了！朵朵，朵朵，穆姐姐，穆姐姐，娘，那真的是穆姐姐。朵朵，娘，忘了他们已经死了。娘，那就是穆姐姐，穆姐姐，穆姐姐。爹，出事儿了！又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雀儿在干什么了。在干什么？他在找穆芙蓉。你看这块绣发上的绣法，就是穆芙蓉的。他不是一直在找吗？哎呀，他好像找到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他人在哪儿？他的小跟班回来了，我们去问问他的小跟班吧。这就是我家吗？我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？他们都以为你死了，你这样一出现，他们都会被吓坏的。那难道我要一直蒙着面，不与他们相认吗？也不是了，等到了里面，我跟他们说好，好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。走。秦公子，秦公子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我找我姑母有事儿，你闪开。哦，哎，秦公子，这位是啊，能不能让他把面纱摘下来，让小的瞧个明白？够奴才，我的客人什么时候轮得上你来管了？啊，秦公子请息怒，秦公子有所不知，最近幕府发生了许多事情，所以夫人下令，凡进出幕府的人都得问清来由。我是别人吗？我是他侄儿，快让开！秦公子，请别为难小的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。你何苦为难一个下人呢？你可怜他，这里边有好多关卡你都不知道啊！起来吧。哎，过来。哎，拿着，拿着。那我跟你实话实说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我姑母。这个秦公子大可放心。这世贤少爷前不久刚过生日，他现在已经成人了，但是呢，他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他拜托我从平康坊给他买回来的胡姬。这样，知道了吧？明白。千万不能告诉我姑母，否则的话，我可对你不客气。一定。既然如此，那小的就告退了，免得影响了少爷的好事。下去。快走。平康坊是哪儿啊？世贤是谁？
我怎么变胡姬了？这些问题以后有时间慢慢给你解释吧。咱们赶紧进屋了，别再碰到麻烦。啊，我怎么觉得这里越来越不像我家了？我们像是在做贼。咱不是贼，是有贼在盯着穆家呢。以后做任何事啊，都要格外小心啊。走。长老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后山瘴气肆虐，人须皆不能通过。真义呢？他怎么样？他已经走了。他留下了这个东西，让我交给你。他还留着。这是什么？当年我被流放，临行前他来送我。当时我也身无长物，便以此相赠。没想到他竟保留至今。长安城里，真义是铲除夜行大盗的英雄，是巨公公的得力干将。许放，我不是你的敌人，真义还是以前的真义。看来我们错怪他了。姑母、世贤，千万别慌张。如果我告诉你们，这位是芙蓉，你们相信吗？紫雀呀，紫雀，你在这搞什么鬼呢？世贤刚刚好一点，你又来招惹他。娘，你放心，大半夜的你来我们家开这种玩笑，你觉得很好玩是吗？秦公子，你可太过分了！咱穆家平时没得罪过你吧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能拿这种事儿来开玩笑吗？哎，别害怕，把头巾取下来给他们看看。姐姐，小姐，恕小女无礼，几位是？芙蓉。他们就把我带到了一个小渔村。哦，对了，就是那个渔工和渔婆把他给救了。然后他们说他在河边在洗衣服。哎呦，快点来呀，老夫子！我们好心救了你，你怎么烧我们家房子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报答你们，给你们做顿热饭。可是我不会架火。你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了，怎么还能记得怎么生火呢？来，我教你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，今天我下第一网就把我弄破了。这个网啊也太不结实了，3天2头的坏了。你有针线吗？有啊，你会补网啊？这个是个手艺活。让我试试。啊好。你可别给补坏了。哎呀呀！哎呀，你一晚上没睡，就为了绣这些东西啊？
昨天补完网，我脑子里就想出很多图样，有种很熟悉的感觉。我想着把它们都秀出来，也许我就能知道我是谁啦。那你记起来了吗？每次想到关键时刻，总有什么东西挡住了，就是想不起来。我知道你是谁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就是老天爷派来的散财仙女儿啊！哎，我这说大半天了，你们到底听明白没有啊？芙蓉她现在就是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姐姐，你真的连我都不记得了吗？我是世贤啊。那你还记得谁？之子呢？娘呢？小姐，我是之子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怎么能连我也忘了？你再好好想想啊！就是，在你失踪之前，我们还在桃源庄见过面呢。桃源庄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行，我说你们俩也别这么着急。他现在啊，连自个儿是谁都不记得了。你们这么急赤白脸的一问，再把他给吓着了。就是，平安回来就好。姐姐失踪这么久，一定累了。智子，快给姐姐准备房间。小姐的房间，我每一日都在打扫，不用准备。小姐，你累了吧？来，我领你去。等等，夜行大道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夜行大道。哎呀，娘，姐姐既然已经忘了，何必再逼她呢？就是，我不提，别人也会提的。之子，先送姐姐回房休息。走吧。娘，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，您别怕了。姐姐恢复的事儿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的。放心吧，姑母，我很小心的，没让任何人发现。爹，这一天都到哪儿鬼混去了？我，您怎么问儿子呢？我现在是五房执事，就算没有正经事儿，可琐事有一堆呢。怎么说？你去干公事了？对呀，告诉我，干了些什么呀？哎呀，爹啊，你看我这都累了一天了，要不我先休息，明天早上我跟你说哈。我不想听你说那些破事儿，没有一句真话。爹啊，这可是您不对了啊，怎么能连亲生儿子都不相信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爹，您的绣帕哪来的？雀儿，你找到他了？谁啊？我听不懂你在说谁呢。雀儿，雀儿，你找到他了？爹，你关心这个问题干什么？你真的找到他了？他人在哪儿？雀儿，不是我要关心，是有人要关心。别人我管不着，反正他们也不知道。你明天就跟我到鞠公公府上去，把这消息告诉他。爹，你是不是疯了？
我千辛万苦才把芙蓉给找回来，你让我出卖她？雀儿，这事让巨公公知道了，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呐。好，你要去的话，我不拦着你。不过，我得奉劝你一句，你要是去了的话，你就再也没有我这个儿子了。雀儿，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，啊！你再说一遍，你这个逆子！你不知道我苦口婆心的，我为了什么呀？都是为了咱们家呀，为咱们老秦家。雀儿，雀儿，你就听爹的话，明天去到巨公公府上，把这个消息告诉巨公公。雀儿。唉，彩云呐，这个穆芙蓉是真的恢复了。哥哥这么快就知道了，都是我的孽畜办的好事儿。这下可好，巨公公要是知道这件事了，肯定为难你们穆府啊。芙蓉现在失去了记忆，和以前是两个人。或许，巨公公会网开一面吧。彩云呐，你怎么就不清楚呢？巨公公根本不在乎她是不是过去的芙蓉。彩云，你听为兄的话，把那穆芙蓉送回去，啊，要不然咱们就会倒大霉的。相国已经不在了。这巨公公应该是称心如意了，可是他为何还要为难穆家？我要是把芙蓉交给他，他也未必善罢甘休啊。哎，不会，巨公公是什么目的？你清楚啊？到现在我也算是明白了，只要我交不出他想要的东西，他就不会放过穆家，不会放过穆家的任何一个人。我不会再让穆家人白白送死。你是妇人之见，你不为事前的前程做考虑吗？巨公公已经答应他了，那可是千户侯啊。千户侯，我情愿让他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，也不让他提心吊胆的去当什么千户侯。哥啊，你就不要再对巨公公抱什么希望了，他只是在利用我们。反正我告诉你啊，我这是为了你好。哥啊，我们现在是巨公公豢养的猎物，他要是吸干了我们的血，我们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。哥，哎，姐姐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边啊？你这聪明劲儿，真是跟以前一模一样。你在想什么呢？哎，你别多想了，既然已经回来了，时间还长着呢，慢慢回忆啊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不该回来？你怎么这么说呀？你回来，我们不知道多高兴呢。你不用瞒我了，我知道我这次回来，给家里带来了大祸。谁跟你说的？肯定是质子，我找他麻烦去。不是他。秦公子偷偷摸摸带我回府，我就感觉不对，他好像在防备什么。我不喜欢原来那个穆芙蓉，胆大妄为，给家里带来了多少灾难。不，一点都不，我们非常喜欢他。姐姐，来，既然已经回来了，从此以后安心待在穆府，咱们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。公公。
乱真18法。准备车马，明天一早，福陵还乡。娘，你终于决定了。蓉儿，你能原谅娘吗？娘，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娘以前做了好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我那时候总在想，我是为了穆家，是为了世贤。其实我很自私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。娘，你别这么说，姐姐她不会怪您的。昨晚我想了一夜，我觉得你失忆是老天对我的恩赐，让我弥补曾经对你的那些错事。娘，你言重了。我虽然不记得了，但是我知道，是我给穆家带来那么多灾难，怎么能怪你呢？好孩子，我昨天晚上都还在犹豫，是不是要用你去换我们穆家的安宁？对不起，可是现在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把你留在我的身边。娘，我真的像事先说的那样，那么胆大妄为，让你们那么不高兴吗？那还用说，我说的还不及你做的1/10呢。娘，过去芙蓉不懂事，让爹和您费心了。是为娘的错，是为娘的错呀，夫人。娘。侄子，我们穆家屡遭大难，你从未舍弃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穆家人，和他们之间再没有主仆之分。谢谢夫人，快起来吧。这样，等过了这一关，我就让你和世贤，让你们俩成亲。怎么，不愿意啊？我愿意。我也愿意。太好了！记住了，我们穆家人在一起，生死与共，永不分离。生死与共，永不分离。他真的还活着？犬子知道他还活着，拿到证据之后，赶紧让我交给公公。秦子雀会做这样的事儿？千真万确。他自己怎么不来？犬子为了公公，愿意肝脑涂地，赴汤蹈火。罢了，你的忠心我知道了，咱家不会亏待你们父子。去吧。谢谢公公，谢谢公公，下官告退了，告退了。你去哪儿？要你管，你这个叛徒！我是为了你好。以穆芙蓉和夜行大盗的关系，你去了难免受牵连。这好像也是我自己的事儿吧？不听我的可以，
你不会也不听爹的吧？爹出门的时候吩咐过了，你不准出门。姐，你就放过我行不行？你跟真义的事儿，我可从来没有插手过。你不要老拿慕芙蓉和真义相比，真义他不是通缉犯，真义他是长安城的大英雄。英雄个屁！我有要紧事儿，你让开。哎呀，你回来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爹已经去鞠公公那儿了，你现在去也晚了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雀儿，你真的为了慕芙蓉不要我跟爹了？人命关天，我回头慢慢给你解释吧。哎，秦子雀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见过公公。没用的东西！穆家进了大活人，我第2天才知道，要你何用？公公，昨天是秦家的少爷去的幕府，又准备了一番说辞，所以我们才没怀疑。又是秦子阙，他真以为咱家拿他没办法吗？幕府现在正在收拾行装，明天准备扶灵回乡。哼，想跑，自寻死路。你马上回去，把穆家给我盯着，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即来报。穆家走掉一个人，我唯你10万。是公公。姑母，大事不好了！子阙呀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慌张？哎呀，我爹他去找鞠公公了，鞠公公可能马上就会知道芙蓉进府的事了。他果然是去找他去了。姑母，您知道他要去啊，那为何不拦着呀？子阙，你别怪你父亲，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和若烟。哎呀，那不管怎么样，咱们总得想个法子呀，不然鞠公公这次一定不会饶了芙蓉的。你姑父拿他都没有办法，我一个妇道人家又能怎么办呢？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天能够保佑鞠公公放过我们穆家。姑母，你若信得过雀儿，雀儿都有个法子。法子？不行，雀儿，这样太危险了。这个计划实在是行不通。哎呀，姑母，我必须这么做，我就当是为了芙蓉，也当是为了弥补我爹的过错吧。雀儿，我知道你对芙蓉是真心的，可是现在芙蓉已经失去了记忆，我必须要告诉你实话。这段时间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决定，蓉儿的亲事，我不再逼迫她。我明白，不过姑母，现在夜行大盗已经不在了，我跟蓉儿之间，再经过些时间，我有10足的把握。不行，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哎呀，姑母，您放心吧，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的，真的。雀儿，如果鞠公公追究，你就到黄安寺来跟我们会合，知道了吗？一定。大家安排你做的事儿进行得如何了？公公放心，弘文馆的方博士已经站出来说话了。咱家知道这个方博士，他可是个铁脑袋，你是如何把他请出山的？
人有所惧，以惧破之，无不纳。这是公公您教我的。看来这个方博士也不是罗织经的对手啊。当年他连上13道奏折，将代笔诗文的天才状元拉下了马，从此声名大振。他自以为政绩确凿，却不知是拜公公所赐。拜咱家所赐。公公日理万机，自然不会记得。前任礼部尚书不从公公号令，公公要让他下野，把状元代笔做成了铁案。其实，咱家想起来了，也正是因此，才便宜了秦永年那个废物。我把证据拿给他看，他才明白自己冤枉了好人。我给了他2个选择，要么布告天下，承认自己冤枉好人，声名扫地；要么……看来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该怎么选。真义恐怕还没意识到，他马上就和当年的诗文天才遭遇共同的命运。真义在沙场上，他的智勇可谓天下无双。可他根本不知道的是，在朝廷之上，3寸不烂之舌也可杀人于无形。公公高明啊！这一子落下，胜负即可立判。将军，将军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秦小姐，我还有些公事，你在客厅稍等我一会儿。真义，这是10万火急的大事儿，你可别耽误了。啊，将军，快看这张底报。这不是那个号称铁面无私的方博士吗？什么铁面无私啊！我看他是道貌岸然。他骂您是骗子，说您隐瞒身世、虚报功绩，这纯粹是污蔑。我听说过他，在朝中颇有些清明。我想是有些误会吧。正所谓清者自清，不必挂怀。将军，切莫掉以轻心啊！我看着有点来者不善啊。悠悠，你随我征战沙场多年，如今怎么变得胆小了？死尚且不惧，何况是几句谣诼呀？将军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不必说了，秦小姐还在等我呢，我心里有数。将军，芙蓉小姐回来，对甄将军也有影响吗？当然了，穆芙蓉和夜行大盗是一起失踪的，现在穆芙蓉活着回来了，人们肯定会想，夜行大盗是不是也还活着？可是这有什么呀？就让他们怀疑去呗。反正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。你呀，就是个小糊涂蛋。皇上刚刚因为铲除夜行大盗而奖赏了甄义，如果现在夜行大盗还活着，那甄义岂不是就等于犯了欺君之罪啊？天哪，这么严重啊！秦小姐，穆芙蓉真的还活着？甄义，你可万万要小心呀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谢谢小姐提醒。我还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你一定要答应。秦小姐客气了，只要甄义能做到。雀儿知道穆芙蓉活着回来，像着了魔一样，我担心她被幕府牵连，所以请你一定要帮帮她。她现在在哪里？她现在一定在幕府。放心，交给甄义。
二位官爷。哎呀，哎，二位起得够早的呀，辛苦。穆家人呢？穆家人？不知道呀。我也不是穆家人，他们去哪儿干嘛要告诉我呀？你现在如果不说的话，等见了巨公公那可就晚了。哎，巨公公在哪儿呢？我正好想要见见他呢。他这些日子一直躲着不肯见我，我倒是要问问义父，干嘛让他的手下办土匪劫道？废话还挺多。嫂子，带走。哎，走！哎呀，你是动手！老子的！甄将军，甄将军，崔官家在。云木府的人都去哪儿了？啊，夫人携少爷和小姐送老爷的陵墓还乡了，老奴在家看护宅院。那紫雀可曾跟他们在一起啊？秦公子，这个不太清楚。启程的时候好像没有见到秦公子啊。告辞。甄将军慢走。哎呀，轻点，哎呦，义父，你就这么对你儿子啊？现在想起是我儿子了。义父，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？我一直记得你是我义父，就跟我亲爹一样。又是为了个女人。我的另一个儿子是为了女人而死。你也想这样吗？啊，义父，你难道忘了，是你答应要帮我跟芙蓉在一起的？您不能说话不算吧？这个女人心里根本没有你，她是为了夜行大盗才坠落山崖。你以为你为她做了这些事儿，就能得到她的心吗？为了得到才做，那叫买卖。反正你也不会懂，你如果懂的话，就不会对儿子心爱的女人做这么残酷的事儿。不能得到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哦，那我还真为你可惜呢。为我可惜？对啊，你得到了你想要的，但是你失去的更多。你现在连爱的能力都没有了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也为你可惜。学人说话有意思吗？等你丢了性命，你就知道你的伶牙俐齿有多么可笑。你以为你死得惊天动地，是吗？人死后不过是一堆枯骨，别人很快会把你忘记。等那时候再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我既然做了，我就绝不后悔。子爵，爹，子爵，爹，这怎么了？公公，爹，公公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求您念在我多年对您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您放了他吧。爹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求他有用吗？秦尚书，你教出了一个好儿子，
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他了。可我有个原则，就算我再喜欢，他要是不听话，我也绝不给他机会。公公，他是一时受人蒙蔽呀、公公，我代他向您谢罪了。哎呀，公公，你爹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快走吧！你给我闭嘴！公公，求您放开一面，公公，放开一面，公公。公公，你饶了小儿吧，你饶了小儿吧，公公。子爵，没事了，谢谢公公，谢谢公公。我看在秦尚书的面子上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只要你告诉大家穆家人在哪里，我不但放过你，还保你的芙蓉不死。儿啊，你不要你自己的命，你相信你姐姐，相信咱们秦家，啊！咱们这是走到哪儿了？夫人，已经出了春明门10里了。也不知道雀儿怎么样了。娘，你别担心了，表哥那么聪明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这次多亏了雀儿帮了我们穆家，他可是我们穆家的恩人啊。爹，您别着急，现在呀，你可千万不能倒下。爹没用啊，鞠公公这回是不会放过雀儿了。鞠公公是雀儿的义父，我觉得他肯定不忍心对雀儿下手。他就是想见穆芙蓉的事大做文章，他是不会放过雀儿，也不会放过咱们秦家的。咱们秦家对他一向忠心耿耿的，他不会这点情面都不留吧？我以为我委曲求全，能保咱们全家平安，我没想到鞠公公他这么狠毒。鞠公公他把咱秦家逼上绝路，难道说对他有什么好处吗？女儿，别动。爹，这是什么宝贝啊？这东西既能保命，也能害命，你还是不要看得好。他得来不易啊！我本来想把它作为雀儿的护身符，但是现在不得不用。众位施主，贫僧有礼了。给长老添麻烦了。好说好说，西厢房早已派人洒扫干净，诸位舟车劳顿，就请先下榻休息吧。施主，请随我来。长老，穆夫人，请随我来。
夫人，自从穆公仙逝，老衲就一直等着穆家的人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先夫曾嘱咐过我，如果他遭遇了不测，就到黄恩寺来找法治大师，都怪我糊涂，一直寄予希望那个巨公公，如今被迫来到此地，给长老带来不便，真是过意不去。夫人说哪里话呀？当年黄恩寺毁于雷火，多亏穆公募款重建，我能为穆公略尽绵力，是老衲的荣幸。请问长老，先夫告知我说这黄恩寺里头有一个秘密，不知是什么。此处后山有一条暗道，直接通往荆棘道节度使楚安国的境地，但后山地形复杂，终年被瘴气笼罩，每月2日刮东南风的时候才能通过。因此，除我之外，寺中无人知道。夫人，来的时日正好，近期正逢要刮东南风。可是这楚安国和巨公公狼狈为奸，这长安城中人人都在唾骂他呀。楚节度使与巨公公表面交好，其实早就是穆相国的同盟，我与他也早有默契。每月这个时间，他都会派人来接应。上个月陆太傅家突然失踪的公子，就是从此通道送出去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以前都错怪了他了。夫人放心，在西厢房歇息，3日过后，即可逃出升天。长老的大恩大德，无以回报。夫人不必多虑，夫人不用客气，安心在此居住，等时机成熟，我自有安排。长老，有一事还想问一下，这东厢房里亮着灯，不知是何人住在此处啊？哦，是一个外地投考的举子，盘缠不够，暂时在此居住。请夫人放心，此人绝对安全。知道了。巨公公，这件东西您不会不认得吧？为了你的儿子，终于要和咱家摊牌了。死心塌地的跟了您那么久，您却要杀我唯一的儿子，绝我的后，您不能怪我呀。你先告诉咱家，那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是先皇驾崩前穿的亵衣，上面有几个不易觉察的血点，你应该知道啊。只要把这件衣服穿到身上，那几个血点正好对应身上的几个大穴。您杀了刘御医，以为全天下人就不知道您的秘密了吗？你难道没想过，你把这个东西给咱家看了，你的死期也就到了。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。如果您执意杀雀儿的话，我就跟您同归于尽。看来你已经准备你还有别的证据吗？我早就知道，和您这种人办事儿，就得给自己留后路。您一直要找的东西，其实我早就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。如果您不是把我逼上绝路的话，这些东西可能就和我长眠于地下了。只要秦子阙供出穆芙蓉在哪儿，咱家可以给他条活路。这个我知道，他
他肯定不会说的。您必须得放人，没有条件。好，咱家就放了他。可你呢？你知道的太多了，咱家很不放心。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，就求公公一件事儿，让我见我的儿子最后一面。侯长史，带秦尚书去见他儿子。是。你是想让我去抓穆芙蓉，换回秦子阙？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帮你。真义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念在昔日的情分上，你帮帮我吧。秦小姐，我家将军现在一身的麻烦，能帮你打探消息也实属不易，你就不要再逼他了。真义，秦小姐，穆老爷对我有恩，再说，我也不能这么做。娟儿，爹，爹，娟儿，娟儿，爹，您这头还疼吗？爹没事，爹没事。爹，你怎么哭了？哎，从小到大，你不一直想把我关在这儿，免得我出去惹事儿吗？今天你应该高兴啊！啊，娟儿啊，爹心疼啊！你从小到大，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苦？爹，您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鞠公公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，他顶多就判我个私放通缉犯，咱们换点钱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是，爹已经打通了所有大理寺的关节，这次就是来接你出去的。真的？爹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爹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这一进门话还没说呢，你先哭了，我还以为鞠公公要砍我头呢。傻孩子，爹是高兴的。爹，你放心吧，我没有剁了咱秦家的威风。鞠公公那些小伎俩，我根本没放在眼里。哎，娟儿，娟儿，答应爹一件事儿。爹，您说。你出去了，千万别回家，直接去找穆家的人。爹，你怎么了？一直以来，您不是最不喜欢我跟芙蓉交往吗？爹现在想明白了，过去逼你啊，逼你干你不愿意干的事儿，是为了你的前途。现在爹明白了，人要好好的活着，要快快乐乐的活着。你要走的早，爹虽然官至尚书，但是快乐的日子也少。娟儿，听爹的话，要好好的活着，别像爹这样。爹，你可别吓唬我，我这次闯的祸那么严重啊！娟儿，答应爹，一定要保住咱们秦家的血脉。
如果有人要害你的话，咱家有一张驱鬼图，可以帮你驱魔降妖。爹，你快别说了，你再说下去的话，我都不敢出这个门了。到底怎么了？傻儿子，我过去也这么跟你讲话，你怎么从来都不怕呀？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小儿啊，哎，爹为了救你出去，还欠了点人情，爹得去表示表示，爹就自己先走了。爹，傻儿子。